儿子，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显示器？不用了吗？泰坦军团 P2712V 显示器很好的，真的不用了。这个显示器很便宜，只要1399。我说不用了。而这个显示器啊是4K 160赫兹、1080P 320赫兹双模的，不用了。儿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以前脾气没有这么差呀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是平时用的显示器太差了，肝火太旺了，知道吗？妈妈带你去看看中医吧，或者买一台泰坦军团的 P2712V 显示器，把你旧显示器换一换，给你降降肝火。它这个降火器的，你现在肝火太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最近啊，在便利店啊，随便买了根巧乐兹，都把我给吃破防了。它不仅这个个头缩水了，价格还涨到了5块大洋啊，真是有点感慨呀！好像除了工资之外，什么都在涨价。身边的朋友在聊天啊，也经常去抱怨日常的开销越来越高，感觉这个钱包啊越来越吃紧。不过在这种大环境下呢，显示器面板行情啊却出现了一个反向操作啊，也算是难得的利好消息了。举个例子啊，前阵子的话，如果说你想买一台支持4K 160赫兹的电竞显示器，基本得要2000块钱左右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啊，这个价位呢不算离谱，但也不算很便宜。而现在啊，面板厂和品牌厂商之间的竞争啊，直接把价格给打下来了。如今啊，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台泰坦军团的 P2712V 啊，它不仅能靠4K 160赫兹，还支持1080P 320赫兹的双模切换，价格却只需要1399元啊！对于追求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的玩家来说呢，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诱人。那么这么便宜的显示器会不会有什么坑呢？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它的外观、接口和屏幕素质，以及游戏体验方面的表现吧。首先是开箱环节 ，P2712V 延续了泰坦军团一贯的环保简约包装，使用的是经典的褐色纸箱。打开了包装之后呢，内部的配件依旧是老四件套，一条 DP 线，一个电源适配器，一份保修卡以及校色报告。安装完显示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P2712V 的外观设计啊，依旧是品牌的老模具啊，非常有泰坦军团的风格。正面3面窄边框的黑色设计啊。下边框依旧是泰坦军团的 logo， 5大金刚按键，电源指示灯集成在最右侧的白色电源键上。暗环境显亮的话，可以在 OSD 中关掉。再来看一下显示器的背面啊，依旧是电竞风十足，线条和棱角分明，3面分别采用了类碳纤维的纹理设计，增加了一些科技感。左右两侧在通电后呢会亮起氛围灯，虽然不能和专业的灯具相比啊，但是在暗环境下呢能给桌面增添一点氛围感。支架的功能性方面呢 ，P2712V 表现不错，支持升降、俯仰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。我们实际测量了显示器的3维，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桌面尺寸，那想象一下放进去之后是否合适。接口部分呢 ，P2712V 同样是比较齐全的，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个19伏的 DC 电源接口，2个 HDMI 2.1接口，2个 DP 1.4接口，以及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接口。双 HDMI 加双 DP 的配置啊，基本能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多设备连接需求的。比如说，同时连接一台游戏主机、一台 PC， 再加上一个笔记本啊，都可以无缝切换。外观看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核心的屏幕素质。P2712V 搭载的是友达7.6 Fast IPS 面板。27寸 4K 160赫兹、1080P 320赫兹双模，你既可以选择高分辨率带来的清晰细腻的画质，也可以切换到极致的高刷模式，获得更加顺滑的动态表现。这个双模设计啊，确实非常实用的。我们使用科技卡美能达 C420 Camera 软件实测，在切换为 sRGB 与 DCI P3 色域空间之后呢，这台 P2712V 的色域呢会被分别缩限到 99.4% 的 sRGB 和 93.2% 的 DCI P3， 白点呢大概在6800K 左右，比标准的 D65 的话略高啊，观感偏冷。对比度呢则基本维持在12:1的水平，属于 IPS 面板的正常发挥，而对应的 Gamma 曲线贴合度呢也比较理想，那整体的观感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色准方面呢，我们同样以标准白点作为基准进行测试，在 sRGB 的色彩空间下呢，平均塔 E 为0.73，
最大德塔 E 为 2.76，而在 DCI-P3 的4代空间下呢，平均德塔 E 为 0.95，最大德塔 E 为 3.42。整体的平均德塔 E 数值相当优秀，完全足以应对日常使用。最大偏差点呢，主要是在蓝色啊，算是友达7.6面板的通病，不过实际观感呢影响不大。亮度方面呢，在默认的标准模式下呢，我们将亮度设置为100%，此时的 SDR 的全面亮度为385尼特。这个亮度对于日常办公的游戏是完全足够了。同时，这台显示器还符合 HDR 400标准。HDR 模式下呢，各个预设亮度呢我们也测了。感兴趣的观众们可以自行暂停观看。此外呢，我们也做了81点位的屏幕的均匀性测试，结果显示呢，我们手里的这台 P2712V 呢，主要是在屏幕的左右两侧存在10%到20%的亮度偏差。观察上呢，会觉得这两个区域呢略微的偏暗，但是考虑到价格定位呢，这个表现依旧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。接着进入游戏环节啊，首先是动态清晰度 ，P2712V 提供了4个 OG 的档位，分别为等级1、等级2、等级3。极速在 UFO Test 中呢，我们分别实拍 4K 160赫兹和 1080P 320赫兹下能各个 OD 档位的小飞碟的画面。我们可以看出啊，两个模式下的等级3这个档位都是最均衡的选择，拖影控制的到位，同时呢也没有明显的过冲或者鬼影问题。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呢，这个档位啊就是黄金设置。而在游戏的功能上啊 ，P2712V 的 OSD 菜单啊也提供了智能游戏准星、鹰眼放大。夜视模式的功能，智能准星有6种样式可以选择，并且支持7种颜色，还能根据背景呢去自动变色。鹰眼放大功能呢可以调节放大窗口的尺寸和位置。夜视模式呢有4档可调，在安装环境中呢可以有效提升可见度。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实拍感受一下每档的提亮效果。那从整体的体验来看呢，无论是高分率下画质的细腻表现，还是高刷新率模式下的顺滑操作呢 ，P2712V 呢都能兼顾，那几乎涵盖了大家最关心的2大需求。总结一下呢，泰坦军团的 P2712V 呢，27英寸4K 160赫兹加上 1080P 320赫兹的双模友达7.6 Fast IPS 面板，接口配置为2个HDMI 2.1加上2个 DP1.4，背部呢还有 RGB 氛围灯。那通过上面我们的十字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啊 ，P2712V 在色彩、屏幕均匀性、响应速度方面的表现不错，而且它的售价仅1399元，可以说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4K 双模显示器之一了。如果说呢你正在寻找一款兼顾办公、影音各类游戏的显示器，那么呢 P2712V 的性价比非常突出，值得列入各位观众的候选清单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泰坦军团的 P2712V 呢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有观众别忘了点小赞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，你们简单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“长哥 CLK”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淘宝店铺“长安国度数码”。这是长哥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